李大人，勘验完毕。咋样？回大人，碗中之毒乃是砒霜，明珠小姐也确系服此剧毒而亡。看来还真是二柱投的毒啊！不应该啊，二柱那么老实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呢？哎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人还真不可貌相啊！是。李大人，是这供状写的不清楚呢，还是李大人你就看不懂供状？那上面区区百十来字，你已阅读数遍，现下物证确凿，此案明了，而且罪犯已然成招，本案已无异议啊！你如此拖而不判，难道你对此案还有什么疑义不成？当然有疑义了。什么疑义？李大人，听你之言，莫非这供状所述不真？那何二柱画押有假？那倒不是。那是什么？知府大人，周老臣公，你们两个先别急呀。俺只疑议，并非是这状中字里行间的问题。此案涉及人命，非同小可。但未经官审，便出此供状，此供状恐难成效吧。好，即便是下官现在可以糊涂认可，但倘若日后上峰追查此事，那俺就不知该如何回答了。二位大人都是官场的前辈，所以还望二位给俺指点一二，那么下官也好定夺此事啊。李大人，我就知道你会如此一说。好啊，就把这供状放置一边作为佐证。现在人证物证都在这大堂之上。李大人，那就劳你当堂一审，老夫倒要看看结果如何。是啊，李大人，老陈公既然话已说辞，那你就当堂审一审吧，免得你日后废话一堆。多谢二位大人，下官定当秉公执法，审他个明明白白。来人，把二柱唤醒。是。哎呀，这二柱啊，真够惨的。李大人，没糊涂就好了。二柱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是在县衙，本官现在要重新审理此案，所以大堂之上，你可要实话实说啊。何二柱，此供状涉及人命，虽非出自本衙公审，但是明珠小姐身受砒霜，中毒而亡，这已经勘验，无需再论。本官现在要再问你一遍的是，这投毒之为，可确系你所行啊？某家大人，小人冤枉。何二柱，莫非你这畜生要反悔翻供不成？我真的是冤枉啊，大人。哎，周老臣公啊，你莫急啊，坐。这是在本官衙堂，此案既然由俺重审，那下官自会依律办案。啊，嫌犯翻供也并非朝法不容啊，有道是水有源，树有根嘛，还怕本案跑了事实不成？请老臣公稍安勿躁，容他一辩又有何妨啊？知府大人，您说下官说的是还不是啊？周老陈公，切莫气急，李大人说的也并非没有道理。
此等无赖之徒，本官也见多了。他既想翻供，随他就是了。本案铁证如山，事实已不容诋毁。老陈公，大可不必为此气急神伤。我倒要看看李大人将会如何审理此案。我倒要看看他如何狡辩。二柱啊，本官在问审之前有一句话，还想你听清楚了。公堂之上，本官断案不会滥用行刑，但你若隐瞒事实、谎言欺骗的话，那可也难逃律法严惩。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明白，小人明白。好，二柱，这只水碗可是你家之物啊。明珠小姐是否就用此碗饮水，然后中毒身亡的？是，这碗是小人家的。明珠小姐也是用这个碗喝的水。那本官就要问你了，这碗中之砒霜是从何而来的？大人，小人真的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这碗里有砒霜啊？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二柱，你如此解释给大家听，本官不能认同啊！砒霜之害已成事实，岂是一个不知便能推卸得了的吗？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这碗里有砒霜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何二柱，李大人，看到没有？这种奸人不用行刑，他岂肯招供？周老陈公，案子呢是审出来的，不是打出来的。若仅凭一个打字便能审清案情、道明是非，那何二柱又咋会翻供呢？本官接着打他就是了，那还重审此案干啥？是不是？你听你之言，莫非老夫去打他了不成？周老陈公，哎，周老陈公，你先别急，消消气儿。李大人，本府不想与你争论什么，只是现下嫌犯翻供，口口声声喊冤，又不肯配合调查。李大人又是如此怀柔断案，照此拖拉，岂有结果？本府倒有一个建议，不知李大人愿意听否？知府大人请讲。嫌犯既已翻供，那本案就应该从根盘起，查清诸缘才是案中之重。我看李大人何不将他家人及涉案人等一并缉拿归案，个个严查盘审，还怕查不出他个水落石出、真相大白？哼！倘若他真有冤，还免得会遗漏真凶。总之，这砒霜之毒源于他家，查除祸凶，我想该不会是什么难事吧？李大人，你说呢？什么？大人言之有理。若想查明真相，也是必然如此。来人呐！在。等等，等等，大人，别去抓我家人。那毒是我投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大人，我不翻供了。二柱，你这算何意啊？哈哈，李大人，这还用问吗？周老陈公，怎么样？这种奸人不是如此，他怎能死心成招？想抵赖一时，是救不了他的性命的。哼，脱了裤子放屁，原本就是如此吗？二柱，公堂之上无戏言，你可知道你此话的后果？大人，您就别再问了。杀人偿命，我知道。明珠小姐
是在我家服毒而亡的，横竖也要有人给他抵命。我认了，李大人，您就判了吧。钟兄，二主他怎么能这样呢？别急，看看李大人怎么说。李大人，你就别再愣着了。这回罪犯供招可说是公审自愿吧？此案因果有据，案情明了清晰。本官认为此案到此已再无争议之处。既是如此，就请李大人速判吧。本府也好将案宗集呈朝廷，以正视听。你我也好给老陈公一个交代。李大人。何而柱，你现在看着本官的眼睛，再行回话。李大人，俺再问你一遍，你方之言，可是真话？是真话。李大人，您就判了吧。李大人，莫非还有疑问？案犯已然招供，此案完全可以终结了。你不速判还等什么呢？李大人，你这算何意呀？本府的话你没听到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李大人等什么呢？李大人，您就判了吧。呦！大胆何而柱！你竟敢无视公堂，欺瞒本官！此案真凶何止你二柱一人？你瞒得过他人，却休想骗得了本官。说，给俺如实招来！李大人，你说什么？说啥？本官就是想让你说清楚，你是如何与采莲合谋毒害明珠小姐的？啊，李大人，这是哪有的事啊！李大人，您不能胡乱说呀！这叫什么？岂有此理啊！哎，老弟，冷静。天哪！胡说！本官问你，你平日与明珠小姐可有仇怨？一一道来。我与明珠小姐平日都见不上几面，哪有什么仇怨啊？这就对了。你与她之间既无仇怨，又何故投毒于她呢？众所周知，采莲是明珠的丫鬟，你与采莲又系情好关系。若非如此，你又怎么会与明珠产生任何的牵扯呢？再有，若是采莲真不知情，没有与你同谋，那你又是如何害得了明珠小姐的呢？有此关联，采莲岂能轻易逃脱干系？如此简明而重要的暗中隐情，除非是傻子才看不出来。何而柱，你想自己一人担罪，本官还未愚傻。不，这不关采莲的事啊！明珠小姐是我害死的，都是我一人投的。大人，您不能如此糊涂断案呐！住嘴！你还在这里狡辩？本官断案，明察秋毫，岂容你在此胡说八道？大人，来人，大人，在！将嫌犯何而柱押入大牢。是你这个狗官，你怎么能冤枉好人呢？不关采莲的事，是我一人干的，是我干的，不关采莲的事。闭嘴！闭嘴！把他给俺押下去。是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官。哼！
哎，兄弟，李大人，那这案子就不审了？知府大人，依下官拙见，此案还不能了结，案中隐情尚未明了。若草草结案，恐有遗漏啊。若真是那样，那知府大人，您老要埋怨俺不说，更重要的是，俺们咋又对得起人家周老成功呢？对吧？你，好，也对，也对。周老成功，您看呢？哦，既然如此，老夫还能说什么呢？李大人既然怀疑采莲，倒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好吧，审审也好。哎，我这就回去把采莲交与县衙。哎，哎，这李大人是怎么了？我都看出二柱有冤，怎么还把采莲扯进来了？嗨，这还看不出来？讨好州府呗。哎，知府大人，您还有事吗？没事，俺可就退堂了。刚才周老陈公说的那句话，你可听清楚了？啥话？他说你脱了裤子放屁，哼！脱了裤子放屁，哼！咋回事啊？这是，哎呀，俺的娘！哎呀，这，哎呦喂！哎，这是咋的？哎呀，哎呦，哦呦，啊，哎呦，哦，哎呀，俺不做木的了，俺做石头还不成吗？俺走了。哎呀。哎，于姑娘，你回来了。李大人，这是怎么了呀？于姑娘，你咋也叫上俺李大人了？哎，你可回来了，这2天可把俺折腾惨了。是吗？我看不像啊。今天在大堂之上，李大人不是挺威风的吗？你都看到了。那好啊，那就不用俺再跟你多说啥了。为了这个案子，俺正烦心呢，正想找个人商量商量。于姑娘，你回来了，这就太好了。哎呦，公子不是已经认定二柱和采莲是杀人真凶吗？还找我商量什么呀？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明珠小姐既是中毒而亡，那就必有投毒之人嘛。单从表面关联来看，采莲二柱嫌疑最大，是最难逃脱干系的。但若仔细想来，却不难析出此案还有众多疑点未解。二柱虽然有招供，但那显然不合情法，是吧？那照这么说，公子也不相信二柱就是杀人真凶了？他虽有嫌疑，但不见最终事实，俺就猜断了案。这其中疑点犹存呐。若是那样的话，俺岂不是草菅人命啊？那既然是这样，公子为何要当堂逼问二柱，还牵出采莲，最后还认定二柱和采莲是谋害明珠的凶手呢？你知道百姓都是在怎么说你吗？啊？哎呀，说而不判又不行，俺现在哪儿顾得上百姓唠唠叨叨的呀？眼下最关键的，就是要把事实查清。今天
这情景你都看到了。二柱若能够当场翻供，那俺就有时间重审此案了。唉，这不也是没有办法才将采莲扯出来，以此借故拖住此案，好争取时间查明真相。若不如此，此案一旦落入知府的手中，他定将案卷直呈朝廷。若真是那样的话，案子一旦形成铁案，那二柱就是有天大的冤枉，也难逃一死。俺既看出隐情，就不能不管，可俺要管，就需要时间呐。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呀？是啊，那俺还能咋想啊？目前俺只能先把案子压下来，再细细查实。不过，现在于姑娘你回来了，俺可就有个人好好商量商量了。只可惜你晚回来了一天呐，你要是早回来一天的话，也许俺还不至于挨上老成功这顿板子呢。啊？他打你了？他为什么要打你啊？哎呀，不提了。周老成功失去明珠，自是悲痛至极，这俺也非常理解啊。所以这顿打呢，俺也就认了吧。可现在倒霉的是，俺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就连平常坐的板凳也欺负俺。哎呦！李公子，我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对不住你了。啊？你为什么不好意思？你为什么对不住俺啊？这个事情不关你的事啊。俺只是在纳闷，好好的桌椅都来欺负俺呢。你笑啥？啊？哎呦，刚才是我刚才认为公子是要糊涂办案，所以才一气之下就对不住公子了。哎，于姑娘，你咋可以这么对俺呢？你，哎呀，姑娘，啊，你这一笑咋就那么好看啊？公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嘿嘿，真的，就是好看嘛。李大人，哎，王捕头，哟，于姑娘回来了，咋样？查到没有？按照大人的吩咐，县上所有的药铺我都查过了，没有。没遗漏？不会，砒霜乃剧毒之药，药铺经营此药历来都有惯例，所有购买者都需实名在册。我查过县上所有的药铺，没有二人的记录。看来这毒源确实另有出处啊。哎，王捕头，今天晚上，二柱哥，二柱哥，是我，二柱哥。彩莲，是你。二柱哥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，彩莲。你怎么也……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我没事，二柱哥。可是，因为我受这么重的伤，还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彩莲，别哭，别哭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二柱哥，二柱哥，你的伤，快让我看看你的伤。别看，别看，彩莲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二柱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干嘛要还呀？你干嘛要把这无辜的罪名拉到自己头上？你没有投毒，我们谁都没有害小姐。可是你画了押就是死罪，你知不知道，二柱哥？彩莲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能不知道这个后果吗？可是彩莲，如果我不在那上面签字画押，州府的人能放过你吗？与其被他们打死，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二柱哥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顶下罪名的，可比起你，我都没有害人啊！不，这罪名你不能顶。我们已经离开了州府，这县衙应该是能说理的地方。走，我现在就陪你见李大人，找他喊冤去。彩莲，你不能去。
为什么呀？难道你就这么认了？我认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，二柱哥？二柱哥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去死，你还有老娘要去赡养，而我本身就是孤身一人，除了你，我已了无牵挂。只要你能好好活着，我也就死而无憾了。就让我去给小姐偿命吧。彩莲，你想说什么呀？你可千万不要干傻事啊！俺看你才干了傻事啊！二柱，你太糊涂了啊！李大人，我说的句句实话，没有半点笑话。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二柱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我们谁都没有害小姐，请大人明察。彩莲姑娘，你起来吧。来人，在。带彩莲姑娘下去，千万不要难为她。是，李大人。去吧。走吧。王捕头在。明日一早，传那个姓韩的到堂听审。大人，您该不是怀疑那个韩公子吧？俺为啥不能怀疑他？大人，韩公子一向光明磊落，这样的事情他是不会干的。您是不是？是啥呀？啊？你刚才没听到彩莲说他和明珠的关系吗？再说这姓韩的，当时也在案发现场。如果排除彩莲二柱，那具有刑案动机的还能够有谁啊？俺觉得他有嫌疑，当然怀疑他了。哦，啊，是，明天一早我便去换他。大人，您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事了，你去吧。啊，是，大人。姓韩的，二柱和彩莲不像是称谎。可若说是韩公子投的毒，这未免也太牵强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公子，你想，若真如彩莲所说，韩公子并不知道他逃出了周公府，那韩公子怎会知道明珠会去二柱家找彩莲？他又怎能料定明珠会救急复发呢？若真是他投的毒，他还会送明珠回周老臣府吗？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。啥可能啊？韩公子能掐会算。那照此分析，这些事情的确难圆巧合之说啊。哇！李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俺没事，俺只是忘了俺的屁股。公子，要么还是早些歇息吧，明天一早还要升堂呢。不要紧，于姑娘提醒的对啊，这事俺是急了点。要不这样，于姑娘你先回房歇息，让俺在这里想一想，好不好？也好，那公子不要忘了早些歇息。俺会的，多谢。于姑娘，公子有事？没事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早点歇息。李公子，你在房里吗？在房里呢。于姑娘，你等等。
李公子。呦，于姑娘，等等，哎呦，哎呀，于姑娘。公子为何穿成这副模样啊？于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衣服脱下来容易，穿上去比较困难，俺这腰和屁股不听使唤啊。还是我帮你吧。真美。公子看我做甚？真好啊！什么真好啊？于姑娘真好啊！李公子。俺的意思是说，于姑娘真好，于姑娘当俺师爷真好，于姑娘，非常好。于姑娘，李大人，我已将韩公子带到大堂，可以升堂了。升堂？啊。不用升堂，你请他到2堂等我吧。带到2堂，不升堂了？不升了。还要帮我备个茶给他，俺马上过来。哦，是。公子，你……于姑娘，你也跟俺一起去吧。啊，你等俺一下，俺拿样东西。哎。韩公子，请坐。谢了。李大人，有话就请直说吧。韩公子，本官找你就是想再了解了解明珠小姐当日被害的一些情况。是这样，不错。当日我的确跟明珠在一块儿，有什么话就请李大人直接问吧。那俺就不客气了啊。俺想问的是，韩公子当时因何在场？是巧合还是……并非巧合。事先我并不知道明珠要去二柱他们家。那日我在仙鹤酒楼，见明珠带着怒气而去。后来得知是去了二柱家，我怕生出什么事端，所以便追了去。不出所料，采莲走了以后，这明珠非要把她抓回去，是我赶上见之不过，与她理辩了几句。谁料她当场旧病复发，事后我便将明珠送回了州府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李大人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有，本官还想知道，明珠病发于二柱家中，是谁为其饮的水？那水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是这样。那日明珠昏倒以后，是我亲自给明珠喂的水。至于那水，自是二柱家中的水。怎么，李大人怀疑我韩某？韩公子，你不要多心，本官也只是例行公事。其实本案至此已然明了，采莲逃出州府，与二柱合谋毒害明珠致死，这一点已是无疑的了。什么？李大人，此事涉及人命，你如此断案，未免太草率了吧？草率？草率吗？二柱自己都已然招供了，原本呢就此可以结案了，只是本官明察秋毫，还认为那采莲有合谋之嫌，所以才没有判下此案。既已如此，那找我韩某来干什么？本官也有为难之处啊。韩公子，你看啊，本案涉及州府，非同小可。俺呢也是想把此案查个清清楚楚。如今二柱虽已招供，
可那采莲却拼命抵赖，死不认罪，这使本官十分头疼，倍感压力。为此，俺将他二人合谋的罪条全部详列在这个案卷之上。今日请韩公子来嘛，一是知道韩公子与老成公关系向来甚好，这二嘛，你又是当日在场之人，作为目击证人，你若能在此案卷上签字为证，证明他二人的确是合谋毒害了明珠，那样的话，韩公子，此案便可从速结案。你和俺也都对老成公有一个交代了。韩公子这个忙，看来您得帮俺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李大人，你这算何意？你就是如此查办案件的吗？不错，我与周老成公的确关系甚好，明珠小姐身去，我也痛心。但周府私设公堂，行刑逼供，这实在是有悖公理。二柱家中虽然查出了剧毒，但也不能就此认定二柱跟采莲是合谋害人。原本指望官府能细细查案，找寻真相，谁知你李大人办案如此草率，枉断案情，这岂能令人折服？这次我不能签，告辞了。哎，韩公子，怎么？韩某还走不得了？韩公子，走好。这样看来，还是另有其人呢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这就有些奇怪了，没有道理呀。是啊，若说二柱采莲没有投毒，韩公子又排除了嫌疑，可谁又能与明珠小姐之间有冲突，以致害她一死？难不成是二柱的家人？可这也没道理呀。哎，的确没有道理。这下麻烦来了。狄公子，你先别着急，此事虽然蹊跷，但倘若我们能说服二柱翻供的话，这事情不就有查清楚的时间了吗？俺怕的就是他此时再翻供啊。公子不是希望二柱翻供的吗？那是昨日当堂，现在再翻供反而要坏事的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于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二柱若是能当堂翻供，依法可容啊。俺再审此案，本也无话可说。可昨日堂审的时候，二柱当着知府的面，最终都不肯翻供，就已错失当政。如今再行反复，一旦触恼知府，他便有权直接提审此案。真若是那样的话，俺这县制便无从插手，这结果就可想而知。是这样啊。对，大人说的没错。凡遇此类事情，或久拖不判的疑难案件，知府都有权越级提审。此案再查需要时间，又涉及到州府，重压之下，恐怕知府难容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咋办？哎，这个二柱啊，现在还能咋办啊？俺之所以牵出采莲，就是为了一个字：拖。于姑娘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只要能拖住不判，俺就不愁查不出他个水落石出来。报，大人，知府大人到，已在大堂等候。你看看，看到了吧？这越怕啥，可就偏来啥。他这个人可真是。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我看您现在还是不好硬顶，最好拖住，我们再想办法。王捕头在，你抓紧时间再去盘查一下毒源，二柱的家人呢也一并查询。这里呢，俺也想办法拖延一些时间，快去吧。是。于姑娘，你等俺一会儿，俺去应付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。
知府大人，来人呐，二堂备查。是。行了，都免了吧。李安，我问你，案子审得怎么样？采莲有招无招？哎呀，别提了。昨晚突审采莲，那丫头恐是没见过这阵势，俺话还没问两句，她就吓昏过去了。哎呀，这不到现在还没醒呢。不过俺看得出来，她神情慌张，眼神乱跑，心里肯定有什么鬼呀。等她醒过来之后，俺还是要好好审审她。李大人，你这是多此一举。人家周老成功啊，已经不怀疑追究采莲了。你还费这个劲儿干什么呀？有那二柱招供不就行了吗？速判此案，给周老成功一个交代，你我也省去了很多的麻烦。麻烦？知府大人，俺不怕麻烦的。如果怕麻烦，俺干嘛要当官呢？你再说了，如果放过义兄的话，那岂不是对不起老成功？哎，麻烦就麻烦点吧。哎呀，你怎么真是一根筋呢你？好，你审。不过你可别怪本官没有提醒你呀，此案的分量，想必你心中是有数的。审不出一个满意的结果，你我都得跟着吃瓜唠。另外，此案重大，我已上报巡抚，想必巡抚大人也会奏禀朝廷。周老成功在朝中的分量，不用我多跟你说了吧？李大人，你好自为之，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哼！2日，我听消息，告辞了。那俺诉讼大人吧。你免了吧，还是干点正经事儿吧。哼，大人走好啊。